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1号星期二又来集体训练了。今天我们这小团体的课表是5到8个1公里，6分钟一整个，就算是休息。当然你要跑3分钟你就歇3分钟，你要跑5分钟你就歇1分钟。我周五就要比赛了，富士登山的那个比赛是周五，因为它不要影响周末的游客。全程组还是挺有压力的，4个半小时关门，21公里，爬升3000米，只上不下，就从富士吉田一所一口气冲上山顶。今天空腹出来的，就翻出一个这就几十千卡，不知道是什么，都给它吃了。这次选鞋其实也是个问题，不是太有想法的，因为这一场比赛3种路面，第一种就是这种公路，但是坡度比较大，一直在上坡，跑到山脚下进山以后过一会儿就是土路，有的地方有台阶儿，有的地方是没有台阶儿。去年到五合目就是到半程结束，就到这儿就结束了，然后过了半程没多久就变成那种火山岩，就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那种路，那3种路面。我们要去集合了。这比赛挺有意思的，它不算越野赛，也没有各种积分，它是一个挑战。在这边有一个跑者的成就，马拉松3小时，100公里10小时，和这个比赛完赛。我现在前2个都有。每年差不多是无锡马拉松结束的那几天报名，不抽签，先到先得，得先有半程的成绩才能报全程。到7点了，准备了，下回再聊。我觉得6分钟我也还行，我跑慢点也能休息2分多钟。走。来到。
可以可以。3分18，可以。哎，3分18就比3分40累好多。早上好，哎，我今天就跟着跑4、5组我就结束。对，我周5的比赛。啊，今天快，这么小的好快啊！3分10几。哇！第一个我3分18。小知道没有？哎，还有10秒，10来秒。3、2、1，走！到。快3分12，太安逸，太下醉了。也不慢的，多少？320，可以，速度能力可以，一共6分钟，行，就跑带休息6分钟。哎，你要是3分20，你就能休息2分40秒呢。还是要一起跑。昨天早上一个人练1公里，成6组，休息60秒，只跑到最快只跑到了30里。以后没能吃饭的味道。3、2、1，
海盗。海盗。还是12/3，哇！我还有一个小包的50千卡的能量胶，加上刚才那是70，好像一共120，这是今天所有的从起来到现在的摄入。这种小包的日常训练挺合适的，可能就是核算下来，你按总的热量数算，成本会贵一点点，但是大多数训练的时候，小包的就够用，50千卡。我最后一个小包了，我给它试了，还行。掉了吗？掉了。多少？3多少？330可以。也刚开始跑马拉松，330很可以了。我也掉，我就是体感上掉了，但是上一组还能勉强跟住，下一组不一定了。在上一组前排提速了，提了可能2秒，比上次还快。我只在视频里看。对，真的，我害怕。看这条。好，半分钟。要开始了啊！1个表。这底下得使脚印。4、3、
啊，1、2。差不多吃饭了，来到。孩子，第4个这个起步可有点软的感觉了，还行吗？痛快。我第4个起步腿也有点发软了，寄鸟壳随处可见。这好不叫寄鸟的地方的小伙伴们管这壳叫什么呢？叫蝉壳吗？我采访一下田先生，像你们在上海管这个蝉的壳叫什么呀？不知道。はい、次の僕のラスト。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们也在商量这一路是不是最后一个了？太热了，这都湿透了，看。
有没有猛？我他对。哎。309，加油，结束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我今天结束了，他们最多会跑8个，我不看，都着了，歇会儿了，撤退了。夫人休息呢？夫人休息呢？夫人跑一圈呢？啊，好。哎，这就拉走了啊，太酸。3分钟。哦，还有1路。哎呀，陈先生305，309，4秒。但是在后边差距很大，我到后边就有点这样了。这些穿的是6U。就对我的技术特点，这双鞋没有6E 好。哎，6E 的话能更自如一点，6U 会有点那种，就是这个 Alpha Fly 对我来说，我没有那个力量和能力。看一组他们起跑。来到。嘿，小伙伴们，7月21号星期二，训练结束。今天一共跑13公里。热身过去3公里，跑回来3公里，跑了5个1公里，加上中间一共13公里，可以。今天这5个1公里比想象的快得多。我想的是，没准我3分半顺一个顺下来的。但是我觉得，虽然比赛很重要，但是比赛是比赛，训练是训练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其实所谓的备赛，就是别让自己太累，这段时间就可以了。但是明天的强度课，明天的周3的合练，明天是321，明天应该就要轻了，因为明天周3，后天周4，周5一早就比赛了。我们这次是周4走，周4从这儿一路直接到富士山，然后住一晚，周5比赛，周5回来。周5坐比完赛那边，去坐大巴到东京站，东京站坐
坐新干线会，哎，差不多这次这么个流程。先看看今天的单圈数据啊。第一组1公里3分17秒61，然后中间休息了2分41秒。我们今天的逻辑就是6分钟一个，你跑得快多休，跑得快少休。之后呢，第二个跑了3分12秒18，第一个我们集体都稍微慢热一些，第二个3分12秒18，休息了2分47秒，你看正好差不多，这一共6分钟。第三个3分12秒84，然后休息了2分46秒，这就看出来就有人比我快了，我们按照抬头的休息。然后下一个3分13秒88，这是第四个，然后休了2分55秒，这个休的多啊。之后就是最后一个3分09秒95就结束了。那这种课我觉得就是团队跑的力量，在这种天气下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。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说你必须得找一个团队，因为人跟人可能性格也不一样。你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就是自己跑，因为我那时间不合适。在这儿能够有机会，大元先生介绍我进入这个跑团，认识这么多朋友，而且时间地点又都特合适，真的是特别幸运，特别幸运。而且有这么一个小团队，这样去进步。你看我原来不敢想，我5个1公里都在3分10，这不敢想。那时候觉得3分20、3分16，最后一个能跑3分14就很可以了。这还是秋天和春天的时候，所以不一样。我觉得我进步了。我觉得这段时间周2、周4跟大家一起练，我进步很明显。但是呢，就像我和我的训练营的小伙伴们说的那样，马拉松的进步上台阶儿，上完台阶儿以后得稳住，稳不住就往后一仰，轻的退2步，重的受伤等于摔到后边就重新来。受伤其实是很让人就不能说完全的绝望，但短期内确实是挺绝望。好吧，我得琢磨穿什么鞋。昨天把补给都准备好了，还有就是海拔和气温的问题。那天有可能是个雨天，或者可能会下雨，要不要带一件皮肤衣，也还不知道。还有就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海拔问题。爬升是3000米，但是起点的海拔就是700多米，等于终点的海拔是3700多米。那天我们跑到半程的终点，就跑半程的时候是2200米的海拔。当时感觉还行，因为我就没想起这事儿了。就包括去年那个富士山河口湖的那个马拉松也是，那全程都是700-800米。我其实没想起来，就没想着。有时候就是困难是一部分是在这里头没有，就会好一些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这周全力去准备周末的比赛了。也希望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，好不好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